赛博越野客夏虫七说，本期视频我们来逐帧解析第4期火星夜之城的黑暗未来的座驾部分，包括新的图标、车库功能猜想、全新可驾驶汽车类型等。如果喜欢这一类视频的小伙伴们，可以在视频简介处找到往期逐帧解析视频的传送门。另外，我之前也出了一期关于在第4期火夜中公布的游戏新功能、新机制的热点汇总视频，同样的传送门都在视频简介中。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夏虫，请多指教。在黑暗未来的座驾视频中，主要介绍了游戏中的汽车类型以及相关的参数。但是在本期逐帧解析中呢，我就不再复述这些内容了。我估计在之后呢，会单独做一期视频来全面的介绍和总结游戏中的载具。所以如果想要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更新视频提醒的话，就把关注按钮狠狠戳爆啊！好了，废话之后，让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依旧是祖传图标环节，戴头盔的滑板少年，所以有可能在2071中滑板也是代步工具之一，或者只是一个跟滑板有关的小游戏。不过屁股后面的这3条是什么没看明白。然后是齿轮，看不出来是什么的图标。戴安全帽的布鲁克，两辆第一次见面的跑车就一见钟情，擦出了火花。夜之城这么大的地界，没有辆好车，靠腿量那可不行。不过赛博朋克2077里，不怕没好车，就怕挑花眼。你瞧瞧，4升引擎6缸的，100公里加速只要3.2秒，我操，你他妈敢信吗？无论是汽车还是摩托车，从底盘到车身再到内饰，每一处都是至臻细节，精心打造。它们不仅外观上风格迥异，就连驾驶手感也各有不同。好了，让我看看你的能耐。接下来是正片的逐帧解析，在这2个厢车上的应该是太阳能板，估计在游戏中呢只是起到装饰作用。这里的汽车比赛转变画面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后边有警车，说明这是一场经过了警方授权的比赛。看来在夜之城中，飙车党还是可以合法飙车的，或者说这里面的某个车手上面有人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警察以及警车的细节，可以看到警车上呢也是有这种应援灯的。又是这场汽车比赛，又是这2个人的特写，让我感觉这场比赛呢会比较重要，有可能就是玩家在游戏中遇到的第1场汽车比赛。通过尾翼上的标识，我们可以知道这辆车是属于流浪者阿德卡多的。这里又出现了第3期火夜中我提到的出镜频率很高的楼。在2071中，很多车辆都采用了这种金属挡风玻璃，启动车子之后，内部的金属呢就会像显示器一样投射出外面的画面。这种设定不仅增加了游戏的未来感和4G的隐蔽性，而且还增加了车子的防御力。有些金属挡风玻璃呢还是防弹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几辆车快速的闪过，先放上他们的图片。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VIP 的车位，我猜测有可能这里就是 V 的车库吗？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位呢，有可能是一个升降电梯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终端控制选择哪款车，然后车子呢就会从地底的车库中升上来，也满足了玩家无限车位的需求。不过可能就无法做一个车展了。后边的这里呢本来是 Stairs， 结果掉了2个字母，就变成了 SARS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赛车比赛的场面，比赛地点就是在城市的公路上，地上的箭头表示赛程的路线。注意看，在这个片段中 ，V 驾驶车辆的仪表盘上有很明显的受干扰迹象，有可能是受到了其他对手的黑入，或者只是车辆太老旧导致的信号不稳定。这里是中间人戴克斯的同款车。在比赛中，坐在副驾的人也不能闲着，要尽可能的用枪械干扰其他赛车手。而在这里的人呢，应该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来生夜总会的调酒师克莱尔。那么这个比赛有没有可能也是克莱尔给 V 拉来的活呢？这里的应该是比赛的另一个模式——越野赛。我猜测越野赛并没有规定的路线，只要穿过这里的目标地点就可以了。不过这里的8边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猜测有可能表示比赛最终终点的方向以及剩余目标的数量。这里的恶土沙尘暴气候有没有银翼杀手的感觉了呢？另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后备箱上的货物。
在2077中，人物依然存在负重限制。虽然在一开始玩家就可以解锁一个让负重限制翻倍的专长，但是对于像我这种捡垃圾专业户的玩家来说，再高的限制那也是限制。所以不知道2077中的汽车可不可以带来额外的储存空间，来减轻 V 身上的负担呢？在这里的机车画面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路边小商贩。这个档次，你就别惦记什么高科技或者奢华用料了。关键不在于大小。它就是个代步工具，普通家用的功能车或是买菜车。等等，这可是辆破车。那也是我的破车。吊凯子泡马子这车没戏。想要回头率？那就看这档。我把我的车押上，要么你出同样的价钱，要么打拳的事儿就拉倒。玩这个级别，千万别心疼钱，什么豪华内饰、最新科技，能接的全给你接上了，你只管往里一坐，舒服就完了。中分的口红，后边有名叫 Burger 的汉堡店。在拳击比赛中被瓦伦蒂诺帮拿来压住的金皮6轮车，妥妥的收入囊中。路边的虎爪帮的帮派 logo， 这里的车其实是和 Dex 的同款车型。我一直以为 Dex 是很有名的中间人，所以他的座驾怎么的也算是高端商务车吧。可是他的同款车型居然被6街帮拿来当出租车。而这里继警车之后，我们又看到玩家是可以使用出租车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在这里的场景是 V 抢了一辆出租车自己开，还是说在打车。另外，在这个画面中的这里出现了鬼影，我们可以看到出租车，包括旁边一闪而过的跑车，都有很明显的鬼影效果。不过官方已经说明这其实是一个画面效果 bug， 并且已经得到了修复。重型引擎，全实用设计。想要开着威开着猛，那就选这种卡车或装甲车。这车真够大的。这是巨兽，我的心肝宝贝儿。绝对的横冲直撞。如果你爱排气管的焦糊味和炸街的声浪，那马力强劲又能各种调教的跑车是不二之选。来吧，让我闻到汽油燃烧碰撞的味道。无论是街头比赛甩开条子，还是就为了耍个酷，只要开上这些性能野兽，你就是夜之城最靓的仔。这就对了，妙啊！在重工车辆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垃圾车、大型货车、更大的挂车、有货物的挂车、小型货车、化工车、大头车，以及军用科技生产的荒坂公司的车。不知道游戏中会不会有关于重工车辆的相关操作，例如把载有化学物品的车辆开到帮派领地附近，远距离引爆已知的混乱，然后玩家就可以从其他地方潜行进入帮派领地了。这里出现的 NPC 可能是游戏中技师的身份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全新 NPC， 不过通过右手的红色手套、左手手腕上的手表和手链、手臂上的银色装置推断，这个人就是在来生夜总会的酒保克莱尔。说实话，我还是不太确信的，不过证据都在这里了。我再播一下中英语音的对话片段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声优是不是同一个人。2杯教你银手，这就来。看来有人做过功课了，这儿的老规矩了，酒用的都是常客的名字，得先死，而且死的要特别的精彩，最好是中途就挂了。这是巨兽，我的心肝宝贝儿。 Duo of Johnny Silverhands coming up. Somebody did their homework. Drinks are named after our regulars. Snuff it. Mind-blowingly spectacular fashion. Mid up would be best. Meet Beast, my pride and joy. 这个车头的小兔子在 cos 大赛的片段中就出现了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道具是在2077视频中就出现过，只不过我错过了，还是一个关于其他游戏作品的彩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它早在18年的宣传片就出现过了。然后在车库里显示的09，会不会出现在这里的车库区域呢？在这里的场景，通过建筑物浮夸的装饰，我个人猜测可能是市中心的某购物中心。在背景中的路人 NPC 数量非常的多，感觉可能是有类似苹果手机首发的活动。虎爪帮的帮派涂鸦，但是车身的却是瓦伦蒂诺帮常用的土豪金，有可能是虎爪帮从瓦伦蒂诺帮那里扛来的战利品。在6街帮领地里的枪战，看着画面的细节，因为路面的一小点凸起而有物理碰撞效果的车轮，以及旁边穿模的子弹。另外，我们可以从车身上看到很严重的刮擦痕迹以及弹孔，不知道是特殊的喷气效果还是汽车的战损效果。又是赛车比赛镜头，这次来了一个从后面拍摄的画面。最后一排右手边的车辆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夜游鬼帮派改造的拥有1000马力的德古拉660，而左边这辆车通过车上的涂鸦知道，还是一辆来自流浪者阿德卡多帮的车。
通过街头右侧的头像涂鸦，可以推断出这里是瓦伦蒂诺邦所在的海伍德地区。最右边的头像就是之前见到的一个名叫 David Marino 的人，他曾从公司员工手里保护了他的妹妹。另外2个人未知，不过应该也是瓦伦蒂诺邦里的传奇人物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汽车的 CG 动画，有可能是会出现在游戏中的广告当中，但也有可能会像是之前的武器动画那样，每次 V 得到了新的武器或是车辆，当返回公寓或是车后时，都会出现相对应的特写 CG 动画。说实话，这汽车内饰做的简直太帅了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在试玩时我忘记亲自体验第一人称开车了，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些按钮到底有没有可以互动的，或者再细一些，当 V 挂倒或是踩刹车油门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相对应的动作。我个人猜测，作为普通玩家，当第一人称开车的时候，只要看最大的数字，也就是汽车速度就行了，其他的类似转速等数据基本上也用不上。另外，从方向盘上的 logo 以及这2处写的 Type 66，这个内饰应该就是之前提到的德古拉66式。不过，通过官方提供的图片，在游戏中德古拉66式有好几种款式，包括复仇者联盟款、基本款、3%、流浪者款。这辆车的内饰则可以说达到了爆炸式的细节密度。好家伙，一辆车里屏幕的面积都快超过我电脑屏幕大小了。在主屏幕上有一些按钮，包括资源，有可能是指插入手机后可以听手机里面的音乐、广播、卫星、家，可能是一键导航回家。在现实生活中呢，需要提前设置家庭住址。旅行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单独设置，用来记录某一段旅行的行驶距离、导航、天气以及设定。当然，我要继续重申，有可能这些功能只是给玩家看看的，并没有什么作用。玩家可能也不会对每一个参数进行真实的调整之类的，要不然开车系统就太过复杂了，或者开着开着就不得不路边停车，再调整成第一人称视角，再进行相关操作。又是这3栋大楼。马路上的垃圾袋，大家知道这些路上的垃圾袋是怎么来的吗？每一个看18年也是视频的玩家，就都会让一个垃圾袋卡在车子底下。而这辆德古拉，它不生产垃圾，它只是垃圾的搬运工，蠢驴员工才是真正制造垃圾的人。如果你既追求速度又追求硬度，那就定量顶级超跑，设计精密，内置激光雷达阵列，用料极其昂贵。想象自己坐在一堆钱上，不对，是一整屋子钱，一游泳池，一整个足球场，这么贵，做梦去吧！开着它们，那些想都不敢想的地方从此畅通无阻。哦，对了，赛博朋克2077里不仅有游戏原创车辆，某些真实存在的机动车品牌也在等你去发现。油门到底，V。在这里出现的一排建筑物有点神奇，我目前还不知道它们的作用是什么。直播的时候有小伙伴说可能是看火箭发射的看台，那看这设施呢有点像，不过这里应该是远离夜之城的恶土地区，不太像是火箭发射基地周围。而且通过这里的建筑物以及上面的发光装置，个人感觉不太像是民用的建筑物。各位观众如果有知道的，或者是有哪些猜测，不妨在弹幕和评论中一起交流。在视频最后，我们看到了游戏中银手约翰的座驾保时捷911 Turbo。在官方给出的壁纸来看，这辆保时捷存放的地方正是流浪者 V 出厂时的汽修店，包括墙上的海报、手写的牌子等装饰物等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我个人感觉这里有可能只是接了一个场景，而游戏中呢，有可能这辆车并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另外，银手约翰和他的专属座驾身上有同样的情侣纹身。OK， 官方终于放出了片段，玩家可以驾驶能够飞行的载具了，只是这个载具飞得比较低，时间也不是特别持久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夏虫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